Hi everyone, welcome to my conversation series. Today we have a new guest. 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请了我朋友和我一起录这期节目，所以在这个视频里你们可以听两个声音，不只是我的声音，还有我朋友的声音，但是他不会出镜，只有他的声音会出镜。那今天我们打算来进行一个朋友之间的友情关系问题大考验。我准备了一系列的问题要来问他，看看他对我的了解有多深。当然不用紧张，如果你答错了，我也不会因此怀疑我们的友情的。我们之间认识了大概是六年，差不多对吧？差不多。好，然后看看你对我了解多少。那第一个问题，我喜欢打游戏吗？不喜欢啊。你是不是尝试着要带我一起打过？我邀请过好多次，均以失败告终。但是我打算今年可能试一下。那你得先把你的 macOS 给换了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在游乐场我最喜欢玩哪个项目？还真不清楚，但我猜应该不会是刺激类的项目。没错。因为我也不喜欢。你也不喜欢吗？我也不喜欢。我以为那你蹦极敢玩吗？蹦极、跳伞什么的？我玩过 paragliding 滑翔伞，但是其他那些我没有试过。对，我感觉过山车、跳楼机是不同的性质。对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我喜欢吃零食吗？有的零食，比如说坚果什么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喜欢的，但是一般的薯片之类的应该不太爱吃吧？对，薯片、饼干啥的。对，我的家里几乎没有零食。然后有时候我晚上6点就吃了晚饭，然后有时候熬夜到凌晨2点，觉得自己特别饿，然后家里没有零食的时候就很痛苦。第四个问题，平时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喝什么？红酒、啤酒还是果汁？红酒。啤酒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没错。虽然我很喜欢啤酒。好。第五个问题，同一部电影我会再看第二次吗？如果是在电影院看的话，不太会。但如果是经典老片，可能会重温吧。对，但我觉得一般至少隔1-2年。对，就是可能要把电影里大部分情节忘了的时候，我觉得再看会比较有意思，就去重温那种感觉。好，第六个问题，在 KTV 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？反正大部分我跟你一起去 KTV 的时候，你都是挺亢奋的。会用什么词去形容？那个名词叫麦霸，对不对？麦克风都被我征服。好。我喜欢参加聚会吗？喜欢。那你喜欢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。一般。那和朋友一起去吃饭时，我会主动买单吗？好像的会吧。我有请过你吃吧？有。但我们一起的比较少。我们好像是轮流比较多。一般我跟我朋友也是轮流比较多，不会说 AA 或者什么，就这次你来，下次我来这样子。本来就应该轮流。对。如果我的面前有2栋建筑，一座是辉煌的宫殿，一座是可爱的森林小木屋，我会走进哪一座？肯定不是宫殿。对，没错。是我也选另一个。对，我比较喜欢那种亲近自然的环境。在生活中，我是一个很宅的人吗？
好像不好说，好像不算吧，我觉得不算吧。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宅啊，是吗？最近有一点吧，啊因为能量很低，对，比较累。冬天，对，我不喜欢冬天。哎，好，出门前我是一个会磨蹭很久的人吗？我不能说会磨蹭很久，但也不是很利索的人。最近好像比较容易迟到，不好意思。今天迟到了1个小时，哪有，就半个小时吧。你可以剪掉这一段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剪，真实的面对自我。真实的面对观众。好，遇到了看不惯的人或事，我会直接说出来吗？不会。不会吗？会吗？好像确实不会。我可能会等一段时间再仔细观察一下，究竟是怎么样的，然后不要轻易做出评价。会喜欢先跟自己的朋友讨论讨论。对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我生气的时候，别人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从哪？从哪儿？这就很难说了。很明显的看出来，不就是从面部表情或者说话的状态？我觉得可能会不太爱讲话，然后会没什么表情，但其实在我面前生气的次数不多。我觉得，所以我可能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有时候心情不好还是能感觉到的。是的。哪种情况最可能激怒我？1. 规章制度不合理；2. 粗鲁无礼；3. 无能。我觉得首先不是3，但是1和2哪个更 annoying 我就不好说了。annoying 没有对应的中文吗？令人讨厌的。好，我觉得前2个都会很让我生气，但是第一个更多是让人觉得无力吧，对，它是一直存在在那里。对，但是粗鲁无礼的人你可以回避掉，就你不交往就行。是的。那也不一定，如果工作上你要一直跟他交往，倒是不能回避。而且我觉得粗鲁的人会比规章制度更冒犯我。因为规章制度是对所有人的。但是这个粗鲁它是针对我的。但也不一定吧，他可能对所有人都这样。不，我觉得他对所有人都这样，就是他针对所有人。我觉得不一样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好像身体是一个经常讨论了很久的话题，但刚认识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自己，这可以说吗？我先看看你说一下。刚认识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自己有点胖，但是最近又觉得自己有点瘦，就经常波动。然后以前好像还说皮肤不好来着，但是现在这个皮肤就很好。还行吧。对，其实上以前最不满意的地方是眼睛。我记得大概10年前吧，国内审美不是都喜欢大眼睛双眼皮吗？现在感觉比较多元，然后接触了更多的人之后，觉得可以非常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一切。是的。下一个问题，我是一个容易纠结的人吗？非常容易纠结。小事大事都会纠结，都得纠结。但是我想改变这一点。我觉得纠结的本质是你害怕得失。是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要学会做的就是接受你做出的每一个决定，然后不去想你
没有选择的另一条路会是怎么样的？对，但是长大了，所有事情的后果也该自己承担了。没错，要做自己人生的 CEO。对，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我平时会因为一时冲动做出疯狂的决定吗？不太多疯狂算疯狂。比如说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，然后飞过去找那个人，好像做过这种事情。但是大部分时候好像不会。下一个问题，我用的是什么聊天输入法？键盘、9键还是手写？全拼26键。你也是吧？我也是。我觉得9键是我们上一个年龄段的人更习惯用的。是吗？对。但是有的人特别喜欢，是为什么？比方说更方便。9键输入熟练之后，其实比全拼更快。9键输入可以非常快。是吗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上一代不是说我们父母那一代，而是比方说你有个哥哥姐姐，然后他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机，但那个时候按键的，那个时候按键机功能机比较多，然后触屏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用9键拼写的。是，但是我也用过按键手机。对。我是一个工作狂吗？有点儿。但是没有到很疯狂的地步。是的。原因是因为我也没有那么现在也没有全职工作。好，对，是的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把很多时间花在身边的人身上。我觉得至少对自己的频道很上心。谢谢。下一个，我是一个爱笑的人吗？是。太笑了，今天这段视频全在笑。我平时状态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你平常好像确实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，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说，其实上如果你觉得我的笑话不好笑，可以选择不笑的。我说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，就是笑点太低了，没办法，笑出皱纹也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没关系，好看的。笑一笑，长命百岁就可以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旅行前我的习惯是确认行程、收拾整理好，还是顺其自然，享受就好？会比较喜欢做计划吧。但不会把每一步都安排好。对。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临时的变化。就是要很灵活。其实我也是这样的，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嘛。对，但做计划还是比较重要，因为像有交通的事啊，包括防止你被坑对的这种情况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。记得告诉我你们喜不喜欢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下期节目再请我的朋友一起。好的，那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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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